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是来分享国服顶上战争的数据的我知道这个数据已经没了，不过这个是之前所录制下来的画面。而在直播期间，其实看到有不少国服的玩家都投诉说41这一次表现得不好，不过我看了整体数据，其实41表现得还不错，所以今天就分享给大家看啦。那么各位可以看到排行榜上面呢，其实这一次的 MVP 就是 Kingsley 了，不管是击杀、阵亡还是治疗，都是排名前3的。不过阵亡还是比八荒一统少一点点毕竟八荒一统这一次提升的战力也是蛮高的。最高治疗分数4亿，最多击杀分数 6.5 亿，最后阵亡最多4151万，相当于已经下降了4亿战力。个人排名我们等一下再看吧，我们先看一下总体的，就是看联盟或者是王国。那可以看到41的排名其实是很高的，仅次于41的就是第8服，因为他们在关卡4的时候有战斗过，所以他们的击杀、阵亡、治疗比较高，也算是比较合理。不过由于他们的联盟比较多的关系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看王国的总体数据。就连看王国的数据，治疗最多的依然是41，接下来16、21、8、133还有30。最后8和133的数据比较糟糕，算是比较正常因为他们王国的实力比较起前面的那几个呢是相差蛮远的。击杀排行榜最高的也是41，接着16、8、21。我没有想到21的数据是比8少一点点呢，因为我看到之前21的王国击杀是比较高一点的，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关卡4没有战斗的关系所以数据就稍微少一点点。但是21的治疗比8还多的，最后就是阵亡也是41获得第1名。所以各位从数据上也是可以看得出，其实41王国他们是真的已经尽力了。虽然不少的玩家都说41这一次表现的不好，但是你们从数据上可以看得出，他们全部都是第1名，他们已经真的很尽力了。不过16还是蛮强的，因为我们想一下，16他在关卡4其实是没有战斗的，他只是光靠皇庭还有关卡7那边把分数追回去而已，所以某个程度上来说16还是很恐怖的。那么为了方便大家查看呢，我是把各个王国的数据都已经做成列表给大家看。那其实说到治疗的话，确实41阵营那边治疗会比较多一点，但是说到击杀，其实还是16这里的击杀比较多。阵亡方面依然还是41阵营那边的治疗会比较多，也可以互相比较一下王国之间的数据相差多少。再来比较30和133的数据，确实30表现的不是很好，不过也是考虑到他们关卡4并没有战斗的关系所以数据比较低，也算是比较正常了。所以像我刚刚所说的一样，41在所有的数据上面都是排行第1的。然后41主要的对手就是8加133所以比较起来，确实41的表现是比起8加133还有更好的。至于20、30对上16这里的数据呢，治疗方面21、30是比较多的，但是击杀方面16是比较多的，阵亡方面也是16比较多。而且16的击杀还有阵亡数据是比起21加30还要多出很多的。不过本来16的实力就是比起21、30还要更强所以他们的数据比较高也算是正常。不过看下来双方整体的数据其实两边都表现得很不错，分数都是很接近，所以我觉得双方的粉丝没有必要去争吵谁表现得比较好谁表现得不好，他们都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那当然我相信会有一些玩家好奇，国服这边顶上战争的数据跟国际服比较起来相差多远，是否国服的数据是比起国际服更多的，毕竟这个是顶上战争嘛。那其实国际服的数据还是比较高一点，左边是国服，右边是国际服。国际服这个数据是我拿上次1093对上960加249的数据。为什么我要拿那一次的 KVK 数据呢？因为那一次的 KVK 其实没有战斗的特别激烈，所以我想比一下，如果没有战斗特别激烈的情况下，比较起国服的数据相差多远。没有想到国际服的数据还是比较多，因为像国际服火阵营也就是2489加960也就只有2个联盟而已，但是比较起国际服41或者是16，他们是拥有好几个联盟的情况下，960加489的数据都比他们其中一个还要更高，这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因为那一场 KVK 其实我也是有参与战斗的，但是我真的没有感觉到我们这边的战斗比起国服的顶上战争还要更多，但是这边的数据居然是比他们还更多。那么当时候93其实还是有差不多3到4个联盟左右，也就是土阵营，你们可以比较一下它跟41还有16的差距，也是93的数据比较多，真的是让我太意外了。这或许是因为国际服没有深夜模式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24小时战斗，国服就不一样了。虽然看他们打架好像打了很多天，但实际上他们晚上是有深夜模式的。
我觉得这方面有一点点影响吧。那虽然国际服的数据是比起国服更高的，但是我去看了国服的个人排名，其实他们表现得跟国际服差不多。换句话说，其实国服的一些大佬他们表现是跟国际服差不多的，但是我刚刚说比较的数据是计算整个王国整个阵营的，就变成说他们数据没有这么好。那这边列表我就有分享治疗、击杀还有阵亡每个玩家的名字。这里的排名你们可以慢慢看，然后同时间我在旁边也是做了一个列表给大家看。这个列表我是抽取了治疗最多的前30名玩家做的记录。为什么我要抽取治疗而不是击杀？因为我想要看到底哪一个玩家付出的更多。因为有一些玩家虽然他的击杀很多，但是治疗很少，有很大可能都是在后面偷偷去打一些比较弱的玩家。但是治疗比较多的玩家就不一定了，多数治疗比较多的玩家呢，都是负责冲锋陷阵、担任前锋的位置。就比方说国际服的阿玛吉，我们时常去嘲笑他的报告都是1-1的，但也就是因为他在前面冲锋陷阵才会1-1。那这边的数据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有玩家的报告是1-1的，这里包括秦一来自41服的，而且根据他这边的 KDR 战损来看的话，其实他亏比较多，他的治疗是比其他的击杀还要更多的。另外一位玩家也是来自41王国的，他的名字叫做 14K 数采集2，甚至他的 KDR 是比起刚刚的秦一还要更多，有114%。从这里的数据也可以看到，他的治疗真的是比其他的击杀还要多出很多。只能说这两位真的是为了王国付出不少。但我相信看数据的玩家应该会发现到21王国的玩家名字在前30名的排名比较少，但是你们可以看这里的数据，他们几乎每个玩家的战损比都是接近1-1了。你们可以试想一下，就连大哥的账号都接近1-1了，可想而知21那边大多数玩家的报告呢可能都是亏了，所以只能说21那边也是尽力了。再让我比较傻眼的就是第8服，你们可以看到，哇，老头8个账号全部在排行榜上面，这个太离谱了。所以现在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之前国服有一个笑话是说，哦，敌人的敌人就是敌人，但是如果你对上第8服的敌人就只有老头而且老头之后就是手术刀，2个手术刀的账号没有其他玩家名字，就只有这2个人天哪，第8服也太夸张了，前30排名就已经被这2个玩家包揽了，而且他们战损还不错哦，基本上还是有赚的。最后就是16啊，这边大多数都是70%到80%左右，而且都是比较熟悉的名字啊，像是泥鳅啊、一统啊、阿瑞斯之类的。但我这个数据也只是给大家参考而已啊，因为我没有计算到阵亡，实际上真正的 KDR 要连阵亡也一起计算了，我这里只是计算治疗跟击杀而已，所以并不是最准确的，大家看看就算了。以上就是国服顶上战争的成绩单，这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我们下个影片再见。